中国地方政府已经穷到要靠找茬罚款来活命了。一张200元的羊肉销售罚单，最终变成10万元的噩梦；一罐80元的煤气，换成政府指定的后，变成140元，还不让你不买。一笔土地出让金的下滑，撬动的是全国财政黑洞的继续塌陷，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正在被拖入这场彻底的危机里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地方政府没钱了，真的没钱了。2025年6月，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堪称一记重锤。据彭博社根据官方数据计算，2025年5月，中国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1941亿元，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低纪录，同比暴跌 14.6%。这不是一般的下滑，这是房地产彻底趴在地上动不了的信号。而1至5月，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为 1.13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11.9%。土地出让金长期以来是中国地方财政的命根子，是维持基础建设、支付公务员工资、搞地方政绩工程的第一桶金。现在这口井干了，与此同时，支出却丝毫没有放缓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财政总收入为 11.2 万亿元，而总支出却高达 14.5 万亿元，赤字直接扩大到 3.3 万亿元，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超过 20%。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不得不掏空口袋。然而这一掏，不仅没能激起消费热潮，反而让政府也要吃土的传言成了现实。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立生公开表示，我们维持对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可能进一步下降 5% 至 10% 的预测，并继续认为房地产建设和投资领域尚未触底。简单说，卖地的钱还会继续减少，而开支却压不下去，财政黑洞只会越挖越深。收入不够就去创收，执法部门成了生财工具。怎么办？钱不够了，地方政府就开始搞创收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乱罚款。据媒体报道，江苏一位农民因销售未检疫羊肉仅赚180元，却被罚款10万元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普遍现象。在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北等至少20多个省份，交通、城管、市场监管部门纷纷变身创收机关，以各种理由开展密集式执法、重复检查、高频罚款。一家山东公司从2021年到2023年，连续3年，每年被查100多次，员工都不干活了，全在应付检查。江苏一家服装厂老板娘被罚款30万元，仅仅因为采购了一批没有注册商标的服装商品，金额只有15万元。餐馆老板因为不买指定煤气罐被断气。普通市民因自行车没停好，一天被罚2次，每次50元，罚到哭。很多执法人员干脆在路口设伏，抓停车违规，内部还有提成制度，罚得越多，奖金越多。这简直不是执法，这是抢劫。或许你会问，这不犯法吗？这不扰民吗？中央不管吗？当然有管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已有超过25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专项整治行动，甚至开发了在线申诉平台，号称要整顿涉起执法乱象。但问题是，执法部门的罚没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，甚至可以部分返还。罚得多，财政收入就多，单位奖金就高。这种罚款与财政挂钩的制度，在经济向下时变成了地方政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非税收入达 4.47 万亿元，同比暴涨 25.4%， 而其中的罚没收入增长更是惊人。河北同比增长 110%， 湖北同比增长 102%， 陕西
同比增长100%。这意味着一些地方的非税收入已经靠罚款支撑一半以上。社交平台上，一条高赞评论讽刺道：“以前是交警查超速，城管管摊贩，现在是交警抓停车，城管扫电动车。”罚单写着的是金额，背后是政府吃饭的钱。被罚的不只是企业。在这场财政围剿中，中小企业、个体户甚至普通老百姓都难逃其害。浙江某县摊贩被城管没收商品，罚款2000元，只因在非规定时间摆摊。郑州居民孙浩表示，小区门口每天都有交警设卡查车，平均每天就能抓10几个违规停车。江苏某地煤气公司甚至要求全城居民更换政府认证煤气表，否则断供。你没有注册商标的服装不让卖，你摆摊的3轮车算违规，你家用的煤气罐要指定品牌，你停车的位置就算不影响交通也得罚。他们不是在治理秩序，是在挤压普通中国人最后的喘息空间。而所有这一切只为了创收。中国经济过去20年靠的是什么？答案只有4个字：土地财政。地方政府靠卖地赚钱，房地产商高价买地、高价卖房，银行提供贷款，中产买房炒房， GDP 被抬上了天。但今天这套体系正在全面崩塌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.6%， 为连续2年负增长。截至2025年1季度末，全国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下降 8.2%， 其中土地购置贷款萎缩最严重。超过30个城市在2025年前5个月零土地成交，地方政府几乎颗粒无收。土地财政崩了，房地产完了，银行开始缩表，中产不敢消费，企业不敢扩张，整个社会仿佛进入了一个缓慢冻僵的冬天。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1至5月财政收支情况指出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0.3%， 出现收支双降。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8.3%。部分省市已动用地方债务托底财政缺口，但仍杯水车薪。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可以依赖的正常收入来源了。怎么办？割韭菜的手段正在逐步升级。税务部门加大了对个体户、小微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税务抽查力度，征收范围不断扩大。税务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交叉稽查，挖掘各类隐形收入。2025年，已经有多家企业因历史问题被追诉补税，补缴金额高达上百万元。同时，关于对家庭海外收入、股市收益、赠与行为等课税的试点政策也在流传。简单说一句话，的钱要从你兜里掏出来，哪怕你已经口袋空空。罚款式执法，税收抽紧，资金链断裂，让很多企业撑不住了。据媒体报道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中小企业注销数量同比增长 18%， 比2024年同期增长更快。尤其是制造、批发零售、物流运输行业受影响最严重。浙江温州一位工厂主告诉记者，订单少，税负重，检查频，一天接待4波检查队，一周罚3次款。我们干的不是制造，是陪跑。与此同时，大规模裁员潮也在悄悄展开。广州一大型制造企业2025年第1季度裁员800人，占员工总数 25%。深圳某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因节省成本，大幅裁撤客服、内容运营团队。江苏某服装加工园区近半年关闭 40% 以上厂房，数千工人失业。这些失业者正在变成新的社会风险因子。穷到极致，伤害的不只是钱包，而是信任。更可怕的是民众对政府、对体制的信任，
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。在抖音、小红书、微博、贴吧等社交平台上，越来越多网民吐槽政府靠罚款养活自己。一些热帖的留言区里，有人说，政府真的快破产了，全靠我们这些老百姓交罚款续命。我爸摆摊20年没事，今年3个月被罚7次，不罚就查环保、消防、税务，一套流程走完要交上万元。一辆破电动车，一根没拔掉的插头都能罚你300块，谁还敢出门挣钱？这些怨气不再是个例，而是一种全社会的集体焦虑。中国土地财政已经不在，房地产撑不住，税收增长乏力，乱罚款引民愤，企业关闭，居民失业。这不是一场局部危机，这是一整套财政体制的系统性溃败。更重要的是，地方政府如果无法自我造血，就只能转而压榨企业和民众，最终政府信誉、社会信任、经济信心会被一起拖下水。这不是政府没钱那么简单，而是国家财政模式的重大转折点。当政府变得像讨债公司，老百姓的活路就只剩跑这一条。但普通中国人又能跑去哪呢？